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位在巴黎的主理人，坐拥着一座连續10年在位米其林1星的，又連續10年霸榜50 Best 世界50家餐廳的，比一众世界頂級餐廳都要更難訂到位置的，號稱巴黎初代網紅的小酒館，你是會盡快想要拓展自己的商業版圖，將流量變現，還是保持好初心，做好產品呢？嗨，我是喜歡帶你們探尋美食的肉仔肉，今天帶你們去嘗一嘗巴黎的頂流米其林星級主廚開的甜點鋪子。算是我近1、2年吧吃過的非常出彩的設計跟出品。位於巴黎東邊的11區啊，原本是手工業者和工人的聚集地，時代的印記使得這裡充滿了狹長的小街道、小鋪面。而隨着千禧年法餐新派小酒館 Bistronomy 的浪潮席捲啊，這裡就變成了備受美食新移民們追捧的最炙手可熱的地段了。其中 Septime 就是脫穎而出的佼佼者。貴是真不貴，但是越是真越不上呀。在獲得了視頻開頭介紹的那一堆榮譽之後啊，主廚 Bertrand 和 Deo 迅速布局，在11區的美食主街會下 Hone 上連開了4家店，可以說是各類客群全方位輻射了。這一條街上啊，他們店就有4家，真的是 Septime 宇宙了哈。而我們今天要去的就是他們旗下的法式烘焙和甜點鋪子 Tapisserie。他們這裡的場地確實是有點小哈，因為店面本身就不大，加上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帶走的外帶的，所以堂食呢，它就只留了4個非常小的位置，都是這種高腳凳，其中有一半啊都是這種臨街的。你們可以看，我是直接坐在街邊，然後在他們的窗台上來吃，怎麼說呢，還挺巴黎的感覺。那咱們就廢話不多說，現在趕緊來試試吧。咱們第一個啊，來嘗一嘗它的這個鹹口的可頌酥皮麵包，它是按照巧克力麵包的形狀來做的哈，但它裡邊裹了一根香腸，上面還撒了很多的瓜子兒、堅果什麼的。首先，它這些原材料用的真的都是非常好哈，香腸是肉味很濃的煙燻的那種蒜腸。很鹹香，然後又有肉筋、肥肉在裡邊，嚼感非常的好。只不過因為是冷的，動物脂肪嘛，冷了之後口感會沒有那麼好。裡邊塗的一些芥末醬哈，蠻解膩的。然後就是它的麵包體本身哈，黃油用的是足夠的多的，油氣十足。然後加上非常脆的外殼，就沒有什麼花活，很實在、很實誠的這麼一個出品，蠻好吃的。我喜歡它那個芥末的味道，非常解膩。真的是最後一點渣渣我都不想放過啊。不過真心建議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帶回家復熱一下再吃，因為不管是從可頌還是香腸的角度來講，復熱之後口感味道都會大的提升。今天條件有限，真的是沒有發揮出它全部的實力。趁此機會向大家介紹一下肉師傅身上這件可頌刺繡衛衣，它是我們新推出的焦糖色，這正是肉師傅最愛的烤到深紅的酥皮的顏色，光是看着就能想象到那股焦糖堅果的香味。這個色也是今年秋冬的流行色之一哦。老規矩，感興趣的小夥伴可以去我們首頁的小店或者評論區置頂找到它。然後第二個，我們來它的這個閃電泡芙，它是用花生來做的。你們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烤得很焦的花生，還有焦糖花生帕林內，可預期的它應該是非常好吃的。讓我們先來試試。沒別的，就是超級濃的花生的味道。我覺得提幾個有意思的細節吧。第一，它的花生真的烤的是非常的透，你們看的都已經是有點接近於棕褐色的感覺了。而且它本身選的就是花生味非常濃的那種紅皮小花生，很好的发揮出了花生全部的那種堅果的香味。但是確實它微帶一點苦味。第二，它在它的焦糖帕林內裡邊是專門有保留一些花生皮子的，就花生的總皮其實是花生香味最集中的一個地方哈，只不過因為它的苦味比較的濃，所以很多人選擇把它給拋掉了。但是你放在一個焦苦味本身就比較明顯的一個焦糖帕林內裡邊，這個邏輯就通了，就它不會讓你覺得你吃到了花生皮那種不愉悅的感覺，反而是更加的加深了花生本身的這個香味。然後它裡邊的這個餡兒呢，就是一個花生調味的卡士達醬，但是我覺得它主要的風味哈是集中在上面的這些烤花生跟花生帕林內上面，算是有巧思有設計，做的也非常棒的一個出品了。我真的很喜歡它這個焦苦味。
而且它甜度跟鹹度平衡的也非常的好，吃的是不會覺得膩，鹹味又很好的去放大了這個堅果的香味這麼一個程度。接下來哈，它的這個檸檬塔，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幾個點。第一個是它這個上面撒了厚厚的一層馬鞭草的粉粉。馬鞭草其實是一個檸檬味非常濃郁的香草，它有點接近於香茅草跟木薑子的那種氣味，跟檸檬本身是非常搭的，讓我有點期待它裡邊的味道。趕緊來試試吧。它這個層次有點厲害了哦，讓我來好好給你們拆解一下。首先，頂上它是一層不算厚的蛋白霜，甜度控制的也非常的好，很綿密。然後馬鞭草給到你對檸檬這個味道的第一感知。然後當你咬開之後，裡邊又內有乾坤。這個檸檬柑橘類的東西啊，分了3層來表達。第一是一層橙子果肉，這個果肉是微微煮過的，但是沒有煮死掉的那種橙子肉，其實是帶有一點點微微的苦味的，就很好的給到了更多的这麼一個味道層次，有一種非常清爽的感覺。然後下面這層它是一個柚子味的果凍質地的這麼一個東西，很好的給到了第2層的柑橘的香味。然後鋪在下面的哈，就是給的很大方的檸檬凝乳了。這個檸檬凝乳裡邊它也加的有一些日本柚子在裡邊，所以本來檸檬、橙子、柚子這幾個東西都是雜交出來的近親，它們之間的味道相性跟香氣其實本來就是非常接近、非常搭的。你把它混在一起，你別說吃的還真的蠻爽的，就是一個非常清爽、非常酸鮮的，然後各種柑橘料混合在一起表達出來的這麼一個檸檬塔，一個柑橘塔吧。然後它的這個塔皮甜度調得非常低，烤的真的是非常的焦香，而且它裡邊有很高的杏仁含量，就是你能吃到非常香的堅果茴香。就我不得不說啊，整體上來說，無論是用料還是設計，跟它整體的思路出品，如果把它放在我們檸檬塔的這個體系裡邊打分的話，毫無疑問它是一個10分檸檬塔，算是我近1-2年吧吃過的非常出彩的設計跟出品，蠻不錯的，很有巧思在裡邊。最後就是咱們頻道老夥伴們都知道的哈，我的最愛 Flan 法式蛋撻，他們家的法式蛋撻也算是聲名遠揚了啊，我一定要來嘗一嘗。今天雖然已經幹了3個甜點了，但不能缺了它。首先出品是非常新鮮的，超級焦脆的反折酥皮。皮是預烤過的，每一層都是烤透了的，就是細節的處理上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然後它的這個餡兒呢，就是奶香味超級濃郁，奶油含量非常的高哈，你吃的其實是有一點膩的，不像我教給你們的那一款 Flan， 它是一個偏清爽的這麼一個質感。因為它的材料比較的厚重，它其實烤出來的質感是類似於一個芝士蛋糕的這麼一個感覺，稍稍是有一些顆粒感，有一點氣孔在裡邊的。然後微焦上色，上面一層亮色糖漿，整體甜度控制的非常好。我覺得這個跟他們制作其他的產品的邏輯啊是一脈相承的，就是很實在、很大開大合的那種感覺，不是那種走精細路線的。如果你要打個比方的話，他們家就像是《天龍八部》裡面蕭峰的降龍十八掌那種感覺，很直給的味道，把味道做到極致的那種，我說實話蠻喜歡的。當你用的原材料上乘實在的時候，你走這種路線，你就是在放大這些原材料它本身的優點。最後2口啊，點評完了，那我也就不跟你們客氣了。总結一下，首先哈，我們今天4個甜點1杯咖啡，一共是28.1歐。甜點呢，除了設計比較複雜的那個柑橘塔稍微貴一些8歐，其他的都是5歐左右的這麼一個價格。咖啡2.5歐，並且它咖啡的質量也不差，你是能喝出它豆子的果香味的。我只能說性價比拉滿了。我原本以為這家店哈，就是
Septime 的老板讓自己溢出的名氣變現來賺錢的這麼一家店，沒想到他的米其林餐廳才是工作，這邊啊才是真的生活。你們可以看到哈，這家店就很好的展示了一家对原材料跟限制有追求的好的甜点店的樣子。它这里啊，连我们刚刚吃到的那个馬鞭草都是自己在店裡曬乾，然後再磨粉。然後你們可以看到哈，它的調料啊都是整整齊齊的擺在架子上的，擺出來給大家看的。然後所有的製作都是在這麼一個小間裡邊完成的，沒有任何遮掩的，當着所有的客人面來做的，給人一種非常透明、非常放心的感覺。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的出品這麼能打的原因，真的就是有一種大道至簡，做到最後就是比誰用真心的這麼一個感覺。我覺得 Septime 雖然是巴黎數一數二的米其林餐廳，然後在 50 Best 裡邊也是常年上榜的這麼一家餐廳，難約不如來這裡感受一下他們對甜點的熱愛跟執着。好了，不知道你們今天最喜歡的和最想吃的是哪一道甜點呢？歡迎彈幕留言評論告訴我，也非常歡迎你們把這期視頻分享給你身邊喜歡法式甜品、喜歡法甜的、喜歡麵包、泡芙、喜歡檸檬塔的朋友們。如果你還喜歡這期視頻的話，請記得一定要幫我點讚、轉發、投幣、收藏，一鍵三連。如果你還想跟我一起去探索和製作更多的美食，那麼請你記得一定要關注和訂閱我的頻道。那麼咱們這期視頻就先這樣，下期視頻再見，Peace out。